西方不放弃与俄罗斯的鏖战，乌军正在北约化，俄军的麻烦或将到来。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俄乌战事愈发惨烈，西方前几天还在释放要求乌克兰参加和谈的信号，这几天画风突然又转变了，要给乌军提供抵抗俄军所需要的一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向乌克兰运送的武器将转变为更远距离且更先进的防空系统、更先进的火炮和更重型的武器，帮助乌克兰军队向更现代化的北约武器过渡。美国的最高军事将领米利也表示，俄罗斯占领乌东顿巴斯地区并不具备必然性，战争需要很多转折。俄罗斯控制乌东地区不是板上钉钉的，说白了，美国承受不起松劲儿的代价，西方不能泄气，因为赌注太高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最高领导人坐火车去基辅作秀，也是一种宣示。西方官员预估，俄乌战事未来有3种可能的发展结局。第一，俄罗斯逐渐蚕食乌东地区的2个共和国。第二，战事僵持，伤亡将持续增加，世界经济被拖累。第三，俄罗斯重新确定战争目标，宣布胜利停战，尽管这不大可能。在这几种发展结果中，其实都是西方可以承受的，唯有施压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的后果是美国难以接受的。由于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无法速胜，乌军正在用大量的人员伤亡换取时间和空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西方决心将乌克兰军队北约化，俄军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不要轻视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装备所带来的影响。北约向乌克兰援助的关键武器包括近程的和中远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比如德国援助的 IRIS-TSL 型防空导弹，这是一种中程的防空导弹，其射高可以达到2万米，只要在关键作战区域部署几套，就能有效地阻止俄罗斯空天军的空对地打击行动。美国还有可能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这也将进一步地压缩俄罗斯空天军的活动范围。一旦俄罗斯空天军失去了大范围的制空权，乌克兰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就会更加顺畅，地面装甲作战力量将获得机动作战的能力，而西方援助的坦克、装甲车、榴弹炮、火箭炮就可以自由地部署到能够重点打击俄军的位置，甚至有可能发起局部反攻。其次呢，还不能低估俄军自身的损失。现在网上普遍的观点认为，俄军更愿意把战争的时间拖长一点。如果仅从能源出口收益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没错，但是并不等于俄军就没有损失。从俄军出动数百辆 T-62 主战坦克，发射军龄近60岁的 KH-22 反舰导弹打击地面目标的情况看，俄军恐怕不是在主动清库存，而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先进武器可用了。最后，西方国家可以接受乌军战败，但是不能主动施压乌克兰放弃抵抗，这是一场除了战败不大可能认输的游戏。对西方国家来讲，只要乌克兰想继续打下去，就没有施压泽连斯基投降或者和谈的理由。就连泽连斯基想和谈，也不大可能放弃乌克兰领土，因为一旦放弃领土，这个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这场战争的本质就是谈也谈不成，打又打不动，但不得不一直打下去。有人认为，到了11月份，欧洲因为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可能会加大要求乌克兰谈判的压力。也有人认为，俄军会通过第3阶段的作战计划，让泽连斯基政府失去希望。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另一种可能，西方国家企图通过武器援助，让俄乌在战场上形成恐怖平衡。
最终达成无协议停火。不管是哪种结果，这种赌局西方都不会很快认输，战争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关键还要看俄乌双方在战场上的表现。当然，西方国家的武器援助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地抵达前线，这个还要另说，因为俄罗斯对付运输线恐怕还有其他的手段，除了作战飞机以外，使用巡航导弹、近程的弹道导弹，也能够对乌军的运输线构成一定的影响。这场战争能拖多久，拖到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未知数。对此，中国一定要做好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准备，以及做好这场战事冲击国际能源市场和粮食市场的准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